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长着一张什么嘴？不仅能减轻姜妍痛感，还能分解林大厨焦虑。在热播综艺中餐厅《非洲创业记》中，丁禹兮这个名字悄然登顶，不是因为他是主厨，也不是因为他是老板，而是因为他那一张能说会道的嘴。他那颗能感知他人情绪的心，让他成为了整个团体的情绪枢纽。他不是塑造冲突的角色，也不是靠夸张行为引爆讨论的人物，而是用细致又温情的方式，让团队运作更加顺畅，让居于边缘的情绪被一一化解，让观众看见了现实中最可贵的柔软力量。这应该是丁禹兮最戏剧化也最温柔的时刻。第3天中餐厅的经营中，姜妍切包菜不慎削伤指甲，虽然贴上创可贴，但处理伤口要涂碘伏消毒的瞬间仍然触痛难耐。刀口不深，却疼得姜妍表情僵硬，眼眶似乎要湿润。曾在之前也受过伤的尹浩宇主动涂碘伏，劝他需要重新消毒和包扎，但面对再次刺痛，姜妍忍不住皱眉抽泣。那一刻，餐厅的氛围似乎凝固。丁禹兮轻轻走近，提议道：“我们一起喊啊吧！”他带头大声喊出声音，以声音共鸣带走姜妍注意力，并在同伴中自发形成联合喊声。随着声音此起彼伏，姜妍终于放松下来，表情明显缓和。楼上听到声音的黄晓明、翟潇闻也闻声赶来，自发加入共唱啊的队伍。在一次贴上创可贴时，4人齐声喊出声音，奇迹般的使姜妍疼痛显著减少。这个看似幼稚的疗法，是丁禹兮用共情加智慧构建的情绪抚触。这一集迎来了24位食客，是迄今为止中餐厅成绩最高的一天。虽然顾客盈门，现场气氛热烈，但后厨也面临极大压力。原本只有2名厨师，其中1位还受伤。厨房火候停不住，小锅小火剩菜堆积，整个餐厅处于一种高度逼迫的状态。林大厨开始焦躁，显露出明显的压力和不满。而丁禹兮站在中间，成为连接前厅与后厨的桥梁。他没有直接传话第几桌催菜，也没有命令式催促厨师加快速度，而是轻拍大厨的肩膀，先表达理解，再委婉请求：“林厨，能帮个小忙吗？先出2份风味茄子，好吗？”语气低而真诚，没有迫切或焦虑。林大厨感受到支持后，虽然仍压力山大，却也柔软回应：“我这儿火先不够，尽量来。”这是刚硬情绪与柔性安抚的交汇。丁禹兮借此及时给予肯定，真是最厉害的大厨，没有你还真不行。短短几句话，情绪缓释的骤然平和，让厨房重新回到控制范围。嘴能解决对方情绪，手则承载实际协助。从这点看，丁禹兮几乎无所不能。风味茄子烹好时，他立刻把碟子加热送到灶台旁。林大厨要求炒饭，他迅速拿出已煮好的米饭。看到削菠萝没人，他主动去削果肉。需要搅鸡蛋，他马上去帮忙。客人等待，他从包里取出小礼物安抚。英文自如与客人互动招揽，一派从容。还即兴表演舞龙、绘画宣传、设计宣传小画册，号召大家使用丝瓜瓤刷碗，还兼顾环保和卫生。如此高效又多面，他不是简单的服务员，而是团队不可缺少的润滑剂。随着丁禹兮持续稳定团队节奏，林大厨逐渐从焦躁的状态中走出来。他开始自嘲自己焦躁的内心，也学着用轻松的语言调侃压力。我现在只能苦中作乐，其实我内心非常烦躁。从刚开始的压抑、焦虑，到后来能打趣自侃，这种变化令人欣慰。因为他知道，团队已经在情绪上得到了支撑。
工作接近尾声时，林大厨终于向丁禹锡和姜岩道歉，主动承担自己情绪爆发的责任。丁禹锡没有回避，也没有批评，反而真诚回应：“我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对菜的认真，你对品质的坚持，这是特别好的态度。”正因如此，林大厨愿意把他作为副主厨培养人选，在采购、后厨管理、厨艺技巧方面都亲自教授，有情感承载，也有行为认可，这份成长机会足见其价值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丁禹锡前一天因发烧呕吐不得不休息，但第二天仍旧以满状态上线。他精力旺盛，效率高下，令人惊叹。他不是靠言辞吸引镜头，而是靠真诚实干赢得尊重。他不是短暂炒作，而是真正把每项工作都摆在心里。他不是单靠颜值，而是凭借实力、情感与责任感融于团队。其他成员黄殿长都对他赞不绝口，有人因为他的勤快被教导厨房采购妙招，有人因为他的语言能力而交口称赞功课交流，有人因为他的设计创意而赞赏他的宣传能力。他已经不仅是一个员工，更像是团队的灵魂暖心人，共情力超强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更知道一声啊能代替多少安慰。行为细节到位，他懂得随手即至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从热碟子到礼物安抚，他的行动充满仪式感。情绪稳住大家，即便自己也有焦虑感，也统一压在心底，以语言温柔拆解他人情绪。正是这3点，让他成为中餐厅中最亮眼的风景。而粉丝们看到的，也不是节目里的明星范儿，而是一个真实、体贴、负责又有智慧的年轻人。综艺节目容易放大冲突，也常用夸张手法引发热度，但在中餐厅里，丁禹锡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什么是真正的人格魅力。他不是主角，他没有极端情绪，也没有刻意表演，他做的是最基础的团队信任建设。是人在焦虑时，别人一句鼓励能救场；是在你疼痛时，不要让你一个人承受。它犹如一束温暖的光，轻轻照进厨房的热烟，也照进观众的心底。那么，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，你是否也想拥有一张懂得说话的嘴，一颗能感知他人情绪的心，让自己成为身边那束温柔且有力量的存在？